朋友们好，欢迎来到这里。今天我们要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要一起像做一次精密的手术一样来剖析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呢，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官方，叫做2020年至2025年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你可能会想，嗨，这不又是一份产业政策吗？我们听过太多了。但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可就小看它了。这绝不仅仅是一份关于技术或者产业的普通文件。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社会如何运转的顶层设计蓝图。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一层一层地剥开它官方语言的外壳，像剥洋葱一样，一直深入到它的核心，去看看它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个怎样宏伟、怎样影响深远的构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为了让大家立刻感受到这份文件的分量，我们不绕圈子，直接看一句专业分析人士对它的评价。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他们说，这不是一份技术政策，它是一个国家级智慧生命体的蓝图。大家可以花几秒钟仔细品味一下这句话，国家级智慧生命体。哇，这个词儿一出来，是不是瞬间感觉我们讨论的纬度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谈论的焦点一下子就从那些具体的我们熟悉的芯片、算法、算力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被拉升到了一个近乎科幻小说的层面。什么叫智慧生命体？这意味着这个蓝图的目标不是简单的给国家这个巨人换上一双更快的跑鞋，也就是技术升级，而是要为这个巨人重塑一整个全新的高度智能化的神经系统。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不可思议？没错，但请你务必记住这个听起来很科幻的定位，因为它正是我们理解接下来所有内容的一把总钥匙。好了，既然我们已经把调子定得这么高了，说它是一个国家级蓝图，一个智慧生命体的构想，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蓝图它到底有多宏大？它打算用多长时间来实现呢？你看，所有伟大的工程，从修建金字塔到人类登月，都离不开一张清晰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份人工智能加行动当然也不例外。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它的时间线，看看这个宏伟的工程计划在未来的哪个节点完成哪些事情。好，大家看这张图，这条时间线非常清晰地为我们划出了3个关键的里程碑。我们先看第一站，2027年。这个时间点离我们非常近，它的目标有2个，一个是人工智能要和6个重点领域实现深度融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短短几年内， AI 将不再是飘在天上的概念，而是会渗透进我们生活和生产的核心地带。另一个目标是智能端的普及率要超过 70%。你想想，我们身边的手机、汽车、家电，绝大部分都将内嵌 AI， 这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然后我们看下一站，2030年，这里的关键词变了，变成了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普及率要超过 90%。更重要的是，智能经济要成为关键增长极。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关键增长极意味着 AI 不再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一个配角，而是要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最后，我们把目光放到终点站2035年。这个年份对中国来说非常特殊，因为很多国家长期战略的节点都定在这一年。这里的目标是让中国全面进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阶段。这句话就和国家的长期莫大化目标实现了完美的同步。所以你看，把这3个节点连起来，你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次技术上的百米冲刺，而是一场规划了超过10年的以国家意志推进的超级马拉松。它的每一步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考量。好的，了解了宏大的时间线之后，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剥洋葱的过程。我们就从它的名字开始，来剥开这颗洋葱的第一层。这个秘密啊，就藏在标题“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个小小的加号里。你可能会觉得，一个加号而已，有什么好说的？但你相信我，在这样的顶层设计文件里，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都有着深刻的含义。这个加号正是理解整个蓝图的第一个突破口。那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么 AI 加到底是什么？这里的定义非常关键，它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人工智能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技术领域，
它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叫做通用目的技术，英文是 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这个词可能有点学术，但它背后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例子来理解它，那就是电。你想想，100多年前电力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觉得它最大的用处可能就是替代煤油灯用来照明。但是真正的电力革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当人们意识到电不仅可以用来点灯，它还可以驱动马达，重新设计工厂的流水线，催生出各种各样的家用电器，彻底改变城市的交通和通信。是当电力和所有行业相加之后，才引发了第2次工业革命。AI 加的逻辑和电力加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核心思想是 AI 最大的价值根本不在于 AI 技术本身有多么先进，而在于它和我们社会中已有的千行百业相加之后所能产生的那些颠覆性的化学反应。这个加号代表的就是融合、重塑和再造。这种思维上的转变可以说是根本性的。你看这张对比图就非常清晰了。在过去我们谈论 AI， 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左边这样的画面，它是一个独立的高科技的产业，甚至像一个技术孤岛。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算法够不够先进，算力够不够强，模型参数是不是又破纪录了。这是一种技术本位的思维。但是现在当我们谈论 AI 加的时候，我们的视角完全切换到了右边。AI 不再是一个孤岛，而是一个通用的赋能者，一个重塑社会的催化剂。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变了，不再是技术本身有多牛，而是如何通过最大规模的应用去解决实际问题，去释放经济和社会价值，然后再用这些大规模应用所产生的海量数据，反过来去喂养和迭代我们的 AI 技术。所以说，这个小小的加号，它标志着中国的 AI 国家战略正在从过去可能更侧重于追求单点技术领先，全面转向追求一种系统性的、全局性的融合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变化。好了，我们拨开了第一层，理解了 AI 加这个顶层设计的哲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拨开第2层了。问题是，有了这么好的一个顶层设计，那驱动它运转的引擎到底是什么呢？这么宏伟的一个计划，它的燃料又从哪里来呢？总不能光有口号和理念吧？当然不是。这份文件对此有非常清晰的阐述。答案其实就藏在这句看似平实的话里。这句话在文件中反复出现，它绝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它背后其实是一种基于对自身国情深刻理解的强大的战略自信。它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整个 AI 加行动的根基就深深地扎在中国独有的3大优势的土壤里。是哪3大优势呢？就是海量的数据资源、完整的工业和产业体系，以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复杂的应用场景。这3者共同构成了驱动 AI 加战略的强大引擎。那么这个引擎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它的内部机制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解释。它是一个应用牵引的反馈闭环。这个闭环就像一个巨大的飞轮，一旦转起来就会越转越快，形成强大的正向循环。我们来看这个循环的第1步，就是中国无与伦比的广阔的应用场景。从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到最复杂的城市交通，再到10几亿人用的移动支付和电商平台，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用来测试和验证 AI 新技术的天然试验场。然后是第2步，当 AI 技术在这些海量的场景中被应用时，它会产生什么？会产生海量的、真实的、高质量的数据。而数据我们都知道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最宝贵的燃料，或者说食粮。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第3步，这些新鲜出炉的燃料会被立即用来快速的训练、优化和迭代我们的 AI 模型和工具，让 AI 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能解决实际问题。你看到了吗？一个更强大的 AI 技术又可以被应用到更多更复杂的场景中去，然后又产生更多更高质量的数据，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强加的正向循环。这种模式彻底颠覆了过去那种技术推着应用走的模式，也就是实验室里先发明一个技术，然后再费劲的去找应用场景。现在它变成了一种应用拉着技术跑的模式，这是一种更务实、更高效，也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好，我们继续往下拨开了顶层设计的哲学 AI 加，也看清了驱动它的引擎应用牵引。
现在我们要拨开第3层了，这一层可以说是整个蓝图的核心骨架，也是最具体、最实在的部分。为了把 AI 加这个宏大的构想落到实处，文件系统性地提出了6个方面的具体行动，而这6大行动的目标就是从各个维度系统性地去重塑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家看这张图，这6大行动就像是撑起未来整个智能社会框架的6根巨型支柱，它们分别是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以及全球合作。你仔细看这6个领域，你会发现什么？它们几乎涵盖了我们一个国家和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从最顶尖的科学研究到最基础的衣食住行，从经济发展到社会管理，再到国际关系。这清晰地表明，这次行动的目标绝不是在某些领域搞一些小修小补的试点，而是要发起一次覆盖全社会的系统性的彻底的结构重塑。那么这6根支柱具体要怎么搭建呢？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的看。首先，第一根支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这里的目标可以说极其远大。他说的不是简单的用 AI 来当个计算工具，而是要用 AI 来彻底改变和颠覆科学研究本身的方式，也就是打造一个全新的科研范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未来科学家们可以利用 AI 大模型的强大推理和预测能力，去攻克过去无法想象的难题。比如说，去预测数亿种蛋白质的复杂结构，去发现具有特定功能的新材料，或者大大加速新药研发的进程。简而言之，就是用 AI 去加速那些从0到1的最根本的原始科学发现。其次，第2根支柱，产业发展，这可以说是整个行动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文件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也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智能原生企业。什么叫智能原生？这可不是给一个传统公司装上几个 AI 软件打个补丁那么简单。它是指那些从诞生第一天起，它的整个商业模式、组织架构、业务流程就完全是基于 AI 来构建和运行的公司。这个目标就是要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实现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智能化升级。第3根支柱，消费提质，这一块就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它描绘的未来是通过 AI 创造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比如说，一个比你自己还懂你的智能个人助理；比如说，能够实现完全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再比如说，能够帮你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的家庭服务机器人。它的最终目标是把我们今天的数字生活升级到一个万物互联、无缝协同的智能生活。第4根支柱是在民生福祉领域。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反复强调了科技的温度。它要做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只有效率的智能社会。比如在教育领域，用 AI 为每一个孩子，无论他身在何处，都能提供最适合他的个性化学习路径。在医疗领域，让偏远地区的病人也能通过 AI 辅助诊断系统，享受到顶级专家的诊疗服务。它的目标是用技术去弥合差距，解决社会最关心的痛点难点，建设一个文件中所说的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第5根支柱，社会治理，这可说是6大行动中最大胆也具前瞻性的一个设想。他提出了一个叫人机共生的社会治理新模式，用 AI 来帮助我们管理日益复杂的现代城市，比如实时优化交通信号灯，减少拥堵，或者提前预测和预警公共安全风险。文件中甚至还破天荒地提到了要为数字人和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去探索和建立相应的管理和法律体系。这充分说明这个蓝图已经为一个人机深度融合的未来社会提前做好制度上的准备了。最后，第6根支柱，全球合作。在国际层面，这份文件展现了一种开放的姿态，它把 AI 定位为一种可以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希望能够积极的参与，并且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构建全球的 AI 治理规则与标准。当然，这背后也清晰地体现了在全球科技竞争的舞台上去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好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一层一层又一层地剥开了这个洋葱的外部结构。我们看过了它的时间表，理解了加号的含义，知道了它的引擎是什么，也检视了它要搭建的6根支柱。
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次深度剖析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剥开这颗洋葱的内核了。所有这些具体的行动背后，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一种什么样的核心哲学在驱动着？这才是最根本、最深刻的问题。要理解这个核心哲学，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强大也非常形象的比喻。世界上发展 AI， 或者说发展任何一种颠覆性技术，基本上可以归结为2种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片热带雨林。你看左边，热带雨林里是什么样的？它是自下而上的，充满了无数的物种，它们自由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地生长，互相竞争，充满了各种各样不可预测的变数和演化。最后，谁能活下来，谁能成为优势物种，不是由谁来规划的，而是由残酷的自然选择，也就是市场来决定的。这种模式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但也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很多西方的科技发展更偏向于这种模式，而中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所代表的模式则更像右边这个，一个巨大的水培工厂。水培工厂里是什么样的？它是自上而下的，一切都处在精确的控制之下。国家的政策就是光照，海量的数据就是营养液，产业体系就是温室。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以最高的效率去精准地培育出国家当前最需要的高价值作物。这2种模式，我们不去简单的评判谁优谁劣，但它们背后代表的是2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哲学：演化论与设计论。而 AI 加行动毫无疑问是设计论佛学的一次极致体现。那么在这种设计论的哲学指导下，它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词儿吗？国家级智慧生命体。现在我们可以更具体地理解它了。它的终极目标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要为整个国家安装一套全新的、高效协同的中央神经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那些巨大的算力中心就是这个生命体的大脑，不断进化的大模型就是分布各处的神经节，无处不在的5G 和5网联就是遍布全身的神经网络，而亿万个 sensor 就是感知世界的感觉器官。一切的最终目的是让国家这个庞大的有机体，从过去那个可能更多是依靠本能和缓慢反射来行动的巨人，进化成一个能够实时感知全身每一个角落的状态，在瞬间完成海量信息的分析和决策，并且能够做出最优协同反应的真正的智慧生命体。这个愿景可以说是非常宏伟的。好了，朋友们，我们把这颗洋葱从外到内4层结构全部剖析了一遍，从时间线到家的哲学，到应用驱动的引擎，到6大行动，再到最核心的设计论世界观。那么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层面重新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究竟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宏大图景呢？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们把所有的线索都拼在一起，我们看到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产业政策，它是一份系统性的、自上而下的对整个社会进行重塑的宏伟工程蓝图。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在海量数据和广阔应用场景方面的独特优势之上，并且选择了一条应用牵引技术的最务实也最高效的发展道路。它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为了极致的效率和协同而优化的，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国家级的智慧生命体。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所代表的这种设计论的发展范式，与西方世界更熟悉的由市场驱动的自下而上的演化论模式，是2种截然不同的通往未来的路径。毫无疑问，这份蓝图的雄心和魄力是惊人的。它试图用一种主动的、系统的、工程化的方式，去驾驭和引导人工智能这个甚世纪最强大的技术变革力量。因此，在我们这次深度剖析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当一个社会被设计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协同、越来越可预测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安全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什么东西可能会被我们不经意地遗失或者削弱呢？这个问题或许将伴随我们走过整个即将到来的智能时代。谢谢大家。